好，各位同學，那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呢，就是 FIR filter 的頻率響應 （frequency response）。我們之前講過 impulse response， 那我們接下來要講 FIR filter 的 frequency response。什麼是 frequency response？ 顧名思義，就是你一個系統，比如說一個電路，你輸入不同頻率的旋波，它的放大倍率是幾倍？這一個呢，就叫做 frequency response。比如說1赫茲，你的系統對於1赫茲來講，你的放大倍率呢是1倍；對2赫茲來講呢，它的放大倍率是2倍。不同的对於不同的頻率，你有不同的放大倍率，畫成圖形。好，對於我們電機系來講，畫成圖形。好，對於不同的 omega， 你有不同的放大倍率，這一個東西呢，就是叫做頻率響應。就是你對於你的放大不同的頻率呢，你會有不同的放大倍率，這個東西就是頻率響應。那 FIR filter 它是一個濾波器嘛，那它自然呢也會有頻率響應。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看說我怎麼樣計算，比如說3點平均濾波器，它的頻率響應是多少？要怎麼計算啊？就是我們接下來所關心的話題。所以，我們呢想要知道的就是，FIR filter 的這個頻率響應。好，那它就是像這樣子，我有一個訊號，然後呢，我呢送到一個 filter 裡面，送到一個 filter 裡面。然後呢，它变成是這個 y of n。那假設 s of n 呢，好，它是一個 sinusoid。如果我今天是一個 LTI 系統，好，我先告訴你們一個結果：如果是 LTI 系統 ，y 呢也會是一個 sinusoid。也會是一個旋波，並且它們的頻率呢，好，是會一樣的。如果是一個 LTI 系統，好，如果是一個 LTI 系統，那你的訊號、輸入訊號跟輸出訊號呢？輸入訊號是旋波，輸出訊號也會是旋波，而且呢，頻率還不會改變。好，這就是一個 LTI 系統它的性質。那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證明。那從 x 呢到 y， 如果你把 x 呢，好，表示成一個旋波，啊，假設我們說它有自己的振幅，好，然後呢自己的相位，然後呢頻率。那 y 呢，經過你的 filter， 它的振幅可能改變了，它的相位呢可能改變了，但是呢它的頻率呢，啊，是不會變的。頻率是不會變的，振幅，或者是我們講 complex amplitude 改變了，怎麼樣？它呢，從 x1， 好，就是 x1 呢，就是等於 a1 的，那 x2 呢？等於 A2 的，
x1 到 x1 到 x2 之間的改變，就叫做 frequency response。x1 到 x2 之间的改变呢，我們就叫它 frequency response。我們的 filter 把我們的旋波怎麼樣改變了嘛？我們就稱它為頻率響應。好，那剛才這邊講的說頻率不會動，只會動它的compress amplitude。那是什麼情況？我們來看一下。那可不可以證明出来？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對一個 FIR filter 系統 ，Y 呢等於 summation 的這個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好，然後呢 S of K S of N 減 K， 這是我們的系統嘛？那我們呢把訊號，我們想要看看什麼樣的旋波，它會放大幾倍嘛？所以我們就把一個旋波丟到系統裡面去看看。我們把 S of N 呢怎麼樣，讓它是一個旋波 complex 的旋波 J omega hat 乘上 N。好，我們把這樣的旋波呢丟到這個系統裡面去。好。那當然，它的頻率呢是 omega hat， 頻率是 omega hat。那我們來看看呢，輸出訊號會等於什麼？所以 y of n 呢，它就變成 summation 的 k 等于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然後 x 帶進去嘛，就是 h of k s of n 減 k，n 減 k 帶進來 n 乘上 a。振幅、相位、頻率 n 減 k， 啊，就這個 n 減 k 變成這個 n 減 k， 啊，把它帶進來，然後呢，好，然後我們這個式子可以化簡嘛，因為我們呢是對 k 的一個 summation， 啊，對 k 的 summation， 所以呢。沒有 k 的，對於這個 summation 來是常數嘛，所以我們把有 k 的集合起來，沒有 k 的呢提出來，有 k 的集合起來 ，summation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k， 這裡還有個 k 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乘上 k， 負 j omega hat 乘上 k。乘上，剩下來的都沒有 k 啊，提出來 a exponential j phi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乘上 n。好，這個我們把它提出來，自己一國，好，自己一國。那這裡就很有趣啦。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原先的 S of N？S of N 是一個假設是一個純旋波嘛 ？S of N 是一個純旋波，我把它丟進來，它會變成原先的旋波乘上一個數字，這個數字是這一項的計算。那假設 omega hat 是已知，這一整項它沒有 n 哦，啊，這一整項它沒有 n 哦，也就是說它會變成一個數字。它會變成是原先訊號怎麼樣被放大了幾倍？這一項就是原先訊號啊。那它是原先的訊號乘上某個數字，也就是原先訊號被放大了幾倍，所以我們就稱這一項呢就叫做 frequency response。好 ，frequency response。而我們令它呢叫做 h
omega hat， 就是本來是小 h 嘛，我們就是說它是 impulse response。那我們現在叫它大 H， 大 H 呢，好，就是 frequency response， 它是一個 omega hat 函数。對於不同的 omega hat， 你的放大倍率是幾倍？對不对？對於不同的 omega hat， 你的放大倍率是幾倍？就是 frequency response。好，所以我们給它一個新的符號，叫做 h of omega hat。這個 h of omega hat 呢，它就等於 summation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h of k 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k。好，這一項呢，我們就叫它是 frequency response。好，小 h 呢是 impulse response， 大 h 呢就是 frequency response。所以這個你要說它是一個公式也可以啦。好，就是我們呢怎麼樣？假設我有一個系統的 impulse response， 我只要帶入這個公式來計算呢，我就可以算出這個系統的頻率響應。這個頻率響應呢，有兩種 notation 就表示方法，你可以寫大 H omega hat， 那你也可以寫成 H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因為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的一個函數。好，你就是會帶入說你的這個 omega hat 是多少，那它其實就是這一項的一個函數。好，那我們來試試看呢，我們利用這個計算式來能不能找出一個系統的頻率響應。好，那我們先把剛才那個式子寫出來。他們是這樣講的：一個系統的頻率響應呢，它會等於 summation k 等於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系統的脈衝響應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乘上 k。好，那我有個範例，假設我告訴你有一個 FIR 的 filter。with 它的 BK 等於1、2、1，好，它是一個濾波器呢，然後呢，它的參數叫做121的函數。那想要請你來畫出這個系統的頻率響應。那在還沒畫出去之前呢，我希望你們想一下，一個121的系統，你們覺得它是一個高通濾波器，還是一個低通濾波器？基本上121它跟平均很像，雖然它最後沒有平均，可是它是把我們的訊號做加總。那加總只是我沒有除一個值啊，加總。它就代表說你會跟前後的資訊是有關係，所以高頻的訊號呢，事實上會被過濾掉，低頻的訊號呢會被保留。這種濾波器呢，我們就叫它是一個 low pass filter。好 ，low pass filter。那當然我們要算算看呢，我知道它的 BK 是121，它是不是相當於代表說？它告訴我們，這一項就是 h of 0，這項就是 h of 1，這項就是 h of 2。對，因為我們知道說 BK 它就等於 HK 嘛，在 FIR 的系統裡面 ，BK 就是跟 HK 是一樣的。那你要找出系統的頻率響應 ，h of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它就等於我是一個 summation 嘛。k 從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可是我只有這三個地方有值啊，所以把它帶進去。k 等於0，
h of 0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乘上0，對不對？這一項 k 等於1加上 k 等於1 h of 1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k 等於2。好，就是我们是这3项的加總，那你就把这些值紛紛的带進去啊，它就等於這項是0帶進去 ，exponential 0就是 j 0就是1嘛，好，所以就是1加上這項是2，好，2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再加上這個1帶進去，好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乘上2，這一項呢，好，其實就是 frequency response。頻率響應，那什麼意思呢？假設你想要知道每一個頻率被放大幾倍，你只要把 omega hat 帶進來，你就可以算出來啦。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系統被你的訊號經過你這個頻率的訊號進來一個系統以後，它會被放大幾倍。好，那當然這個是一個特別的例子哦。事實上它還可以再化簡。好，那我們再把它化簡呢，等一下會比較簡單。我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提出來。它就等於加上2，再加上這有2個嘛，那提一個出來。那看到 exponential 的角度，正的角度跟負的角度相加，你現在立刻就有一個想法，就是這裡有一個 cosine 躲在這裡，好，有一個 cosine 躲在這裡，因為1/2它加它就是一個 cosine 嘛。所以呢，好，這2個加起來了，它事實上可以化簡為2加上2倍的 cosine， 好，2倍的 cosine 的 omega hat， 对的，因為你 exponential j theta 等於，不對，不是這個。cosine theta 呢，對不对 ？cosine theta 呢等於1/2 exponential j theta 加上 exponential 負 j theta， 那你把2乘過來，就2個相加就等於2倍的 cosine。好，那其中呢，因為這一項呢。好，這一項呢是大於0嘛，對不對？因為 cosine 最小的值是-1乘上2就-2，2減2就是0，所以這一項呢大於等於0，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啊，就是頻率響應的這個振幅的改變的部分，就是 magnitude 改變的部分。好，就是我們取它的絕對值，它就等於，就是這個東西裡面，我們把它想象成一個極坐標的換算嘛，其中有振幅的改變，還有相位的改變。那振幅的改變呢，我們就稱它為振幅響應。好，就是這一整項的絕對值，就是把相位不看，只看它的振幅。好，那我加一個絕對值，就相當於我是把振幅取出來，所以它就等於2加上2倍的 cosine omega hat。那我們會說，頻率響應呢，裡面有2個部分，一個是振幅響應，好 magnitude，
啊，一個是 phase， 就是這個的角度，好，就是頻率響應的這個前面加一個 phase， 它呢就是等於負 omega head。那基本上，你先不要看這個頻率響應，它就告訴你說，你把頻率帶進去的時候，你的輸入訊號 S of n 呢，它的振幅會改變多少，相位會改變多少？就是你如果最後可以把它化簡成 a 加上 exponential j phi 的形式，你就知道說你的旋波會被放大幾倍啊？旋波呢，它的相位呢會移動多少？所以我們頻率響應呢，我們通常都可以把它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 magnitude response， 一個是 phase response。那 phase response 就是這一項啊，負 omega head。好，那 magnitude response 呢，就是2加上2的 cosine omega head。好，這兩項。好，那我們得到了這個 frequency response。好，我們得到 frequency response 就是振幅的magnitude response 是等於2倍的2 cosine omega head。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畫出它的頻率響應。好，畫出它的頻率響應。那頻率響應，好，還記得我們之前講的這個在取樣與重建那邊講過，對於數位的頻率來講，其實我們所關心的部分呢，就是從負拍到拍。好，為什麼？因為負拍到拍裡面的才沒有產生 aliasing 啊，負拍到拍外面的其實都是 alias， 而且其實它都是一直重複。所以其實我們畫數位的頻率，我們只要畫負拍到拍就好了。負拍到拍外面的呢，其實它是一直不斷的重複。好，那首先我们來畫畫看這個，就是振幅響應。好，所以我們要畫出振幅響應，就是magnitude response。然後呢，中间的地方大概在這裡。然後呢，我告訴你們說，我們呢大概從負拍畫到正拍，負拍，畫到正拍。好，就是我們的數位頻率呢，從負拍畫到正拍就可以了。那當然，我們就把幾個比較主要的值畫出來。好，首先。omega head 若帶0，好，我們把幾個值算出來。如果是 omega head 帶0，這項就等於2加2 cosine 的0，cosine 0是幾？1，所以它答案等於4。再來。另外，我們把拍跟負拍畫出來。對，拍帶進去，2加2的 cosine 拍，cosine 拍是幾？負1嘛，所以就是等於0。那其實負拍其實也不用畫了，因為它們會一樣，2加2的 cosine 負拍也等於0。那我們再找出幾個我們知道的角度，好不好 ？cosine 最簡單就是60度嘛，對不對 ？cosine 60度就等於1/2，對嗎 ？cosine 60度等於1/2。所以我們就
把一個我們也知道的角度算出來。好，就是我寫在旁邊這裡好了。等於2加2的 cosine 派。2加2的 cosine 派。那 cosine 派等於1/2嘛，所以2加2乘上1/2就等於3。好，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畫出幾個點。第一個，好，第一個，1、2、3、4，4就是我頻率等於0的時候呢，強度是4。然後頻率等於正負拍的時候呢，強度是0。我現在是畫出這個正負響應。然後呢，頻率是拍，拍是3.14除以3，大約是1附近。好，所以這邊是3嘛，所以這邊大約是1，大約是2，大約是3。好，拍大約是1附近，我們就當它是1。好，有3這個強度。負拍呢，带進去結果也會一樣。所以基本上你其實可以知道這個系統的反應。好，這邊當然我們也可以畫，也可以繼續再畫幾個點。那不過呢，它就是長得像這樣。OK， 就是我們的系統的頻率響應呢，如果是正負的部分呢，它就是中間高。然後旁邊低，低的頻率放大倍率比較高，高的頻率放大倍率比較低。對於高頻的來講被過濾掉了，所以我們叫它 low pass filter， 對嗎？好 ，low pass filter。那如果我們的頻率響應裡面有正負響應跟相位響應，好。Magnitude response 跟 phase response， 所以我們也來畫畫看 phase response。那 phase response 呢？我們剛才的結果是，好，它的 phase 呢是等於負的 omega hat， 對不對？這個是 magnitude response， 那這個是 phase response，phase response 是 omega hat， 所以我就可以知道啦。phase response 是 omega hat， 那這個就很容易畫了。好，就是如果我的這個，好，我畫出 phase response。好，我的橫軸呢是 omega hat。就 omega 是多少，你的相位就变成負 omega， 所以就很簡單啦。0沒有動，如果我是1呢，好，你就對應到負1。如果我是2呢，你就對應到負2。对，2帶進去就是負2嘛。那如果我是負拍呢？我是拍呢？好，大約在這裡。那你的強度呢？好，就是這裡。好，那以此類推啊，你可以畫到把它的對面也畫出來啊。你看，勉勉強強通過0點哦。好，
那基本上從拍好，其實我們只畫到這裡就好了。好，到這個負拍，然後1、2，負1、負2，啊，所以這樣子呢，就是 phase response。啊，注意橫軸一定要表示出來，然後呢，縱軸呢是這個是 phase。好，那你的單位呢？啊，你要畫的是這個東西。啊，橫軸呢單位是 radian，omega head 也是用 radian，那縱軸也是 radian，它是相位，好，也是 radian。所以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畫出我們的 negative response 呢跟 phase response。那我們繪畫了 negative response 跟 phase response 之後呢，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例題。假設我現在有圖了嘛，啊，我現在有這個結果，其實我就是知道什麼樣的頻率的旋波丟進來我的系統裡面，它會被放大幾倍。比如說你頻率是1，頻率是這個3/3拍，你會被放大幾倍？頻率3/3拍的時候，你會被放大3倍。然後呢，你的相位移會怎麼樣？3/3拍，你的相位移呢會產生-3/3拍的相位移。好，你用這個圖表就可以知道了。那你知道它是放大3倍，所以從公式上來看，好，我們來做一個例題。假設我要你find y of n， 好，當這個h of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呢，就是頻率響應你也已經知道了，它是等於這個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2加2的 cosine 的 omega hat。你知道它的頻率響應，然後呢，我告訴你它的 S of n 是一個旋波，純的旋波，只有一個頻率，就是2 exponential 的 j 4/4拍乘上 exponential 的 j 3/4拍乘上 n。我告訴你輸入訊號是這樣，那丟到這個系統裡面，我希望你告訴我說，那輸出訊號是多少？那你就是等於像查表一樣嘛，因為我知道我的頻率，我這是一個純的旋波呢，纯的旋波嘛，我的頻率是3/4拍，所以我就把3/4拍帶進去啊。好 ，exponential 的這個 j 3/4拍帶進去，就等於2加上2 cosine 3/4拍。好，乘上 exponential -j 3/4拍，那也就等於 cosine 3/4拍就1/2嘛，1/2乘1加2 3，所以3倍的。我知道我的頻率響應是這樣，那我的旋波在這裡，那輸入訊號 y of n。它其實就會等於，跟我們前面的證明一樣，輸出訊號就等於頻率響應乘上原來的訊號嘛。原來如果是一個旋波的話，也就是說，輸出訊號會等於頻率響應。乘上我的訊號，當然我這個訊號我知道它是旋波，所以就等於3倍的 exponential j 負 j 3/4拍乘上我原先的讯号2乘上 exponential j 4/4拍
乘上 exponential j 3/π n。那把它化簡一下，3乘2等於6嘛，負3/π加上4/π就等於負的12/π嘛，啊，所以就等於6倍的 exponential 的負 j 12/π exponential 的 j 3/π n。所以你看嘛，輸出訊號的頻率還是會一樣3/π，不過它的振幅改變了。好，這個就是我們的例題。好，所以我有輸入訊號，我知道輸入訊號的頻率是多少，我就會知道它放大幾倍。只要我知道它的頻率響應就可以了。好，第一個，那頻率響應可以用什麼得到？就是用我們剛才的脈衝響應跟頻率響應的互換的公式，对不对？你只要有系統的脈衝響應，你就可以得到系統的頻率響應。好，所以我現在在做下一個例題啊。假設我有一個，請你 find y of n when 當這個系統的頻率響應呢是這個一樣哈，2加2 cosine omega hat 乘上 exponential 負 j omega hat， 然後呢，但是我現在 x of n 呢變一下。它不是 exponential j omega hat， 它是2 cosine 3/π n 加上4/π。它 cosine 它不是 exponential， 那要怎麼計算？那事實上我們知道說，我們剛才我們在推導頻率響應的公式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 cosine， 我們只能夠接受 complex 的旋波，啊 complex exponential。也就是說，我其實啊，怎麼樣？我必須把我的 S of n 分解成 complex exponential 的形式啊，也就是 S of n 它可以被分解成2個 exponential 嘛，啊，也就是 cosine 等於1/2的 exponential 正角度加 exponential 負角度。也就是1/2跟2除掉嘛，所以也就是 exponential j 正的角度加上負的角度，那這时候我們可以把我們的 cosine 當成2個旋波，這一項跟這一項，我們叫它 x1 加 x2， 所以我們令它為 s1 of n 加上 s2 of n。好了，還記得我們的系統是線性系統嗎？線性系統可以怎麼樣？我加起來同時送到系統裡面去，跟分開來分別送入系統再加起來，結果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可以先分析 S1 of n 送到系統裡面去被放大幾倍啊，然後呢，我把 S2 of n 也丟到系統裡面去，看看它被放大幾倍，然後之後再把2個的輸出訊號加起來。你就可以得到相當於是 S of n 一次輸入系統以後的結果，所以我就可以求得 y 好 y1 呢就是 S1 的輸出 ，S1 它的頻率是3/π嘛，也就是它是相當於是頻率響應，我要去分析3/π的頻率響應，然後乘上 S1 of n，
那 y2 of n 呢，就等於頻率是負3/π嘛。好，那我就頻率響應呢，也就是去分析負3/π的頻率響應，負的。那3/π的頻率響應帶進去，3/π的頻率響應是2加上2 cos 3/π，就是3倍嘛。然後這邊有個相角，所以它就等於3/π帶進去，3倍的 exponential 負 j 3/π乘上這樣，負3/π帶進去一樣是3，啊，只是相位呢是反過來，然後這邊是負的。然後呢，你最後的輸出 y 呢，它就等於 y1 of n 加上 y2 of n， 好，就等於什麼？就等於把y1 跟 y2 加起来啊。好，一個是3倍的，這個跟就是把相位合併一下，啊，就是把這3/π減進去 ，j 的3/πn， 4/π減3/π等於負的12/π， 這是一個，加上 y2 3的 exponential 負4/π加3/π， 對不對？等於減掉12/π。啊，就是這邊拿進去，啊，帶一個負號進去，那這邊就變成這樣。那現在就變成 exponential 正的角度跟負的角度相加嘛，兩個相加就會有2倍的 cos 拿出來。exponential 正的角度跟負的角度相加就會有一個 cos 拿出來，好，是2倍的 cos，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等於6倍的 cos， 好，等於這個3/πn 減掉12/π， 好，這是我們最後的答案。好，所以 cos 啊，你就可以把它想成2個不同的 exponential， 然後呢，你就可以獲得是它被放大了幾倍。好，那如果現在不是 cos，你也可以想成是，比如人的聲音裡面有3個頻率，送到我們的系統裡面去，這3個頻率分別會被不同的這個頻率響應放大或縮小，它們分開送進去，然後呢，最後再合起來，每個分開送進去，每個頻率分別怎麼樣？被乘上不同的放大倍率之後再合成起來，所以如果我們之後可以把什麼？我們之後可以把我的聲音靠傅立葉的計算，把它分解成很多個頻率，這時候我就可以想象成說，不同的頻率丟到這個系統裡面去之後，那它們各自被放大了幾倍。好，這個就是這個線性，只有線性系統可以這樣子。你可以先想象成分開來，然後呢，你之後再把它合起来。那剛才這個 cos 啊，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很有趣的地方在於說，它跟剛才的這個單純的單一個旋波的結果好像很像，一樣是被放大6倍。那最後的相位呢，好像，好，相位在這裡，好像很接近，一樣是12/π。那事實上，對於 cos 哦，
對 cosine 呢，它會在這個 FIR filter 裡面，它會有一個特別的這個表現，是這樣子。好，假設你的這個 sinusoid 好 through， 假設 BK 哦是 real 的，是實數。好，假設 BK 是實數，那你必然有一個特性哦，就是你的頻率響應的這個正的頻率的頻率響應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會等於負的頻率的頻率響應。啊，你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特色。啊，事實上，其實你們可以很簡單的證明看看。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的輸入訊號假設是一個，啊，輸入訊號假設是一個 cosine， 是 a 的 cosine omega 1 t， 好，假設它的頻率是 omega 1， 那我們呢可以把頻率分開來送進去，但是我們知道說 cosine 是一個還蠻特殊的例子，而且 FIR filter 呢，它通常都具備有這個特性，就是我的正的頻率跟負的頻率的頻率響應呢，它的振幅響應基本上是一樣的，啊，只是呢相位會反過來。你們看，振幅響應通常是對稱的。对不对？然後呢，相位響應呢怎麼樣？通常是負的對稱。所以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呢，我的輸出訊號 y of n， 它呢，你就可以直接說啊，你也可以不要把它分開來看，啊，它就等於 a 的。乘上振幅呢，就是你就是乘上振幅響應，然後呢，相位呢，你就是加上你的相位響應的改變，对不对？以剛才的例子。振幅響，我們只要看正的嘛，正的頻率，正的頻率的振幅響應呢是3，好，然後這邊振幅響應是3，相位移呢是負12%，也就是說你的這個呢，好，這個對於剛才的例子來講，這個就是3。那對剛才例子來講，這一項呢就是負的12%。不對，負的應該是振幅響應是這個，相位響應是負3%，所以是。好，所以对于 cosine 來講，它是一個特例啊。那其實我們也並不一定需要管這個特例的問題，我們只要知道說，其實我們的所有的旋波、所有的訊號，我都可以把它分解成 complex exponential， 然後之後呢，我去分析每一個 complex exponential 它的對應的頻率響應，分別把它放大或縮小，然後最後再加總起來，所以看起來就像這樣子。我的 x of n， 它本來呢的頻譜或許是長這樣，那我們把它送到系統裡面去，那輸出訊號 y of n 呢，它的頻譜可能改變了。
我們講過，什麼樣的頻率進去，什麼樣的頻率就會出來，頻率不會改變。所以一倍頻，假設這是一倍頻，這二倍頻，一倍頻的頻率進去，一倍頻的頻率出來。可是，一倍頻怎麼樣？它可能它強度已經被改變了，它的振幅、它的相位已經被改變了。那二倍頻也是一樣，所以你可以把你的訊號想象成很多個頻率，分開送進去以後，那最後再合起來，那就是 LTI 系統裡面的頻率響應的這個計算方式。好，那我們就講到這邊。